3年级以上的小朋友已经没有能力在不查手机的情况下讲出3句以上的吉祥话，也证明去中化跟108课纲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出来的结果是什么？7成不堪一击，是很严重的中华民国在文化上的国安危机。因为在民进党全盘带入西方哲学思维，毁弃中国传统价值的这30年，台湾的国家强盛程度是严重停滞，陷入坐吃山空，只能掩耳盗铃的困境。新冠疫情的时候，中国的封城防疫之所以能够超越欧美国家，其实跟儒家提倡的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传统道德密不可分。美国它是最提倡自由跟个人主义的国家，防疫才乱成一团，成为全世界新冠死亡人口最高的国家。民进党把中华文明固有的道德价值跟阻碍国家发展跟社会进步连结在一起，然后把西方传来的各种思维、民主啊、自由、平等跟进步、国家强盛做一个不经论证的强制连结。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好，殷之言，好，殷之言，嗨，大家好，新年快乐，历史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请说。文化无法量化的文化国安危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啊？我的职业是儿童的足球教练，那这10年啊，每年我都会过年，我都会发红包给我的学生。游戏规则很简单，幼儿园跟小一讲1句吉祥话，我就发给你。2年级2句，3年级3句，6年级到国中都只需要讲6句，不能跟同年级的其他小朋友重复。听起来很简单吧？但是我这10年我每年发，越发每年的小朋友程度都每况愈下。今年可以算是巅峰了，因为我今天才刚发完。我今天是真的有吓到，因为3年级以上的小朋友已经没有能力在不查手机的情况下讲出3句以上的吉祥话，已经不抓跟前面小朋友重复的吉祥话这件事情了。变家长在旁边不断打 pass， 不然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发不完红包，下不了班。出来的结果是什么？7成不堪一击。基本的3、4句你都说不出来，那这绝对是很严重的中华民国在文化上的国安危机，也证明去中化跟108课纲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复兴中华文化这件事据欧老师所说，他们其实已经喊了18年了。我们越去研究去中化跟108课纲困扰的整个中国跟华人世界的问题，西方发达的物质科技是不是根源于优越的哲学思维？那因为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国力的衰败嘛，跟列强入侵中国的这个耻辱，让很多民国初年到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对中国传统文化跟道德有很深的质疑，甚至屡次化为具体的行动。例如说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跟共产党的10年文革。那说穿了嘛，民进党在台湾提倡的去中化，也是因为这一些质疑，才让很多人能够接受的。民进党把中华文明固有的道德价值跟阻碍国家发展跟社会进步连结在一起，然后把西方传来的各种思维，像是民主啊、自由、平等，还有废死废和这些论点跟进步、国家强盛做一个不经论证的强制连结。那自古而今啊，富裕跟太平都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的价值，所以放弃阻碍进步的文化跟价值，就变成一个超越中西文化的普世价值。我们也是时候反省了，因为现代的科技发展100年就胜过数千年，日益加速的各种污染导致的极端气候，到中美贸易战，再从新冠疫情下的西方国家治理，到疫情后突然出现的俄乌战争跟以巴冲突，这些事件其实都显示出100年来西方的强盛可能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又或者说单纯追求富裕跟太平，或许只是一个有缺陷的普世价值，一个没有把时间考虑进去的思维。把时间考虑进去之后，会发现说，或许富裕跟太平本来就不应该成为普世追求的价值。过去跟现在的富裕如果会带来未来的毁灭，那么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做选择？这样的反向验证跟思考，在2024年的台湾更应该被我们重视。因为在民进党台派全盘带入西方哲学思维，毁弃中国传统价值的这30年，台湾的国家强盛程度是严重停滞，陷入坐吃山空，只能掩耳盗铃的困境。1990年代以前，我们中华民国是以中华文化为根基，结合现代科技做国家治理，台湾成为了亚洲4小龙。现在的大陆
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其实更多的是带着马列主义皮却留着中华文化血液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其实这跟国父的三民主义已经没什么差别了啦。那新冠疫情的时候，中国的封城还有防疫之所以能够超越欧美国家，其实跟儒家提倡的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传统道德密不可分。美国啊，它是最提倡自由跟个人主义的国家，但是它成为全世界新冠死亡人口最高的国家。美国是靠霸权才堵住了悠悠之口。如果单就两岸国力进步的速度来看，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比起民主跟共产这些舶来品，都来得更适合跟物质科技做结合啊。有依赖性的柯文哲依旧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重立传统道德跟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比起核电更加重要，也更加严峻。因为核电纯粹是物质性的错误，你只要5到10年，你就可以看出端倪了。要恢复也只需要3到5年。这几年的大跳电跟中油、台电的严重亏损，很容易就可以证明民进党的废核政策有严重的问题。只要开始恢复，3年内就会有小成，10年内就可以完全弭平过去犯下的错误，让台湾的能源步上正轨。可是去中跟盲目破旧的错误，却是精神性跟文化性的非物质性伤害。要完全具现化被人确认，恐怕要超过1个世代，20年的时间。可是这件事情因为是非物质性的变化，所以它无法具体用数据量化去指出错误的根源，导致无法纠错，那导致台湾文创产业的没落。那这样的损失你也没办法量化啊。2000年以前，我们台湾在流行综艺音乐这件事情上是称霸整个华语圈的。对，我们2000年后最后红起来的巨星是谁？是萧敬腾。你现在看到还在那个华人圈还在称霸的，什么周杰伦啊、五月天啊、哈林啊，那些都是在2000年前红出来的。我们台湾最后一个具有指标性的、最后具有影响力的综艺节目是哪一个？是《康熙来了》。对，大概2012年左右，台湾的整个综艺跟娱乐就比较开始趋于弱势。12年的节目，但它带动了整个华人圈的流行。综艺大热门也10年了，但是它影响力远远比不上《康熙来了》。所谓的太平，是人类靠着科技进步跟全球交通的便利，将所谓先进国家制度错乱跟道德败坏的苦果，往比自己落后的国家推，产生延后受罚的结果。在享受的人类历史上难得出现的太平幸福，其实是拜这100年科技高速发展，以及将苦果推到落后国家才能够维系。但错误是会累积的。美国在1980年后就因为自身制度跟道德价值中的缺陷，像是鼓励个人主义啦、无上限自由啦，让工会成为制造业公司的障碍，最后只能使得制造业外移，实体制造业空洞化，国力逐渐走下坡。但是美国靠领导全球的军事优势跟美元霸权，不断的靠着挑起世界战争跟金融操作，将自身国力衰败带来的痛苦转嫁出去。30多年的时间够久了，所以也推无可推了。依附在美国霸权体系上的整个世界先进国家体系现在也真的走到悬崖边。而且很不幸的是，目前大部分人民还过得去的国家都在这个体系里面，包括大陆跟台湾。高速的科技发展遮掩掉西方哲学跟政治制度上的重大缺陷长达100年，重难返导致的土崩瓦解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了。还以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会跟昨天、前天、去年、前年甚至数十年前一样，不需要改变，不需要思索，更不需要紧张。从安史之乱就可以知道累积的错误有多少，引爆时候的灾难就会有多严重。比起错误累积的太久，更严重的是我们至今还不能够知道这个系统到底错在哪里。去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议要重新重视中华传统道德中的家风文化思想，这2件事有多少台湾人跟年轻人都会觉得说好迂腐但这个真的不是什么迂腐的事情，只是社会大众被西方教育教蠢，就像是下士闻道大笑之。一个宗族或者是家庭有家风家训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现代化的，几乎每个现代化的跨国大企业都非常重视这个观念，只是现代术语不叫家风，不叫家训，而是叫做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其实它就是一个团体的总体精神、核心理念，会让整个团体的行事效率有天壤之别。很多成功的跨国企业，它除了靠剥削落后国家得利之外，
能够打败其他一样在剥削的同行，脱颖而出，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比其他剥削者更正确的价值观。这也是庄子说的“道义有道”。例如说像这一句啊：“桀因整冠之态，勿以失之焦头烂额之时；神驱尺步之规，勿以用之救死扶伤之日。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万年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中国传统道德其实是很人性化的。所以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内藏的智慧，并且善加运用，恐怕是这个太平乱世的唯一解方。因为当哪一方捡回了中国固有文化跟道德的时候，那一方的发展就会势如破竹，反之就是节节败退。或许很多大陆人看到这个说辞会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但其实大陆政府自己也承认啦，在那20多年里面走了错路，只是他们归咎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失败。但其实真相很简单啦，那就是西方的哲学观有很大的缺陷，所以就算天纵英才来实践，都是个死字。敢于反抗西方文化思维带来错误逆流的人，能够得到大家的在乎，以及更多人愿意用科学逻辑的态度，重新研究中华文化蕴藏的深奥智慧，并用实证跟谨慎的态度去腐存清。好，我们谢谢引导。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分享哦，第二段那个真的很不错。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万年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短短2句话，真的体现老祖宗很深刻的思维跟哲学哦。为什么善这个东西哦，绝对没有一个标准啊？比如说这个以前古代很有名的24孝的故事嘛，那也有所谓老夫子采玉怡亲嘛，对不对？那我就问，那如果没有采玉怡亲算孝吗？那不是每一个孝都不一样，因为孝这个东西是你跟你的父母之间，他有没有感受到你真孝？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把他父母所有的物质生活照顾得顶棒棒的，对不对？伸手茶来这个伸手啊，饭来张口啊，就是完全照顾了。然后他想去哪里去哪里，每个月开支100万台币，好随便你花。可是问题他可能1年从来没有时间去见父母一面，哪怕有时间，可能就是视讯10分钟之类的。那这样算孝吗？很孝啊，但也很不孝啊，因为没办法比较嘛。所以呢，这个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重点是你的心意如何。你对你父母，假设你真的很忙，可是你真的对你的父母有一份心意，有的时候他们还是感受得到的，即便你都没有时间回家。比如说像我跟我阿公感情非常的好，那我这过年我就要回台北前，我就特别带我两个宝宝去给他们阿祖看一下。那我去找我阿公，我阿公特别高兴啊。好，我阿公阿嬷都很高兴啊，就让他们开心一下。这是我们的心意嘛。但我一整年可能只能去看他1-2次。以前大学的时候放暑假，我几乎是每天都去找他。然后呢，这个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那如果说这个回家的话，一定会找个半天去找阿公聊一聊天也好。对啊，那这个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智慧的一句话。那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哦，论心千古无完人哦。那做坏事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万恶淫为首，如果论心的话，那什么事情嘛都可以怀疑，什么事情都可以怀疑他的动机啊，他做这件事情他是为了大家好，还是为了沽名钓誉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论事嘛。举个最有名的例子哦，讲历史好了。这个王莽攻迁下士时，唐史当时生变时，一生真伪有谁知？王莽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嘛。他当时要篡汉的时候，在篡汉之前啊，王莽是真孝子啊，而且王莽这个人真的是君子啊。可是为什么到了后来，大家都觉得王莽是伪君子的？王莽做到什么程度呢？在汉朝的时候，这个中国社会还是阶级的，还是有奴隶的，或者就算没有奴隶，也有下人哦。那这些奴仆呢，被打死一般就赔钱就好了。王莽的2儿子打死了一个奴隶啊，到最后被王莽逼着自杀。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觉得他儿子错了，还是他要沽名钓誉？王莽呢，弑亲至孝，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所以呢，是他的伯父收养他，是他的这个姐姐，好，他的姑姑们在照顾他。他对于这一些伯叔姑姐都非常的孝顺，都是照顾到不行啊。比如说最有名的大将军王凤，他的这个阿伯，好，那他呢照顾到这个几日不解衣带啊，面容憔悴。
所以最后他拿上这个大将军。你可以说王莽他是真的是为了孝顺，还是为了夺取这个权位吗？我们不知道，这叫这个你如果论心的话，那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邪恶。但是王莽为什么最后被插穿？因为他最后篡位了嘛。他篡位之后呢，恶名昭彰啊，因为治理的很差。其实王莽当了皇帝之后，老实讲，他还是维持他过去君子的一个态度。可是被人家发现这个人是怎样，他是不是沽名钓誉，我们永远不知道他的内心啊。所以如果就他的行为来说的话，王莽那真的是君子，甚至是圣人等级的。